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向阳花口碑已崩，冯小刚拖累赵丽颖，差评直指瘸腿大倒。4月4日，清明节，赵丽颖主演的《向阳花》上映，奈何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不理想。赵丽颖的电影咖之路似乎再次断了，首日票房仅3000万，倒挂排片，锁屏一天。大导冯小刚加转型期流量演员赵丽颖《向阳花》的首日上映就给了很高的排片，但是可以看到占了25.4的排片，却只有20的票房。反之，我的世界大电影只有18.5的排片，却有30.8的票房。如此明显的倒挂，即便片方保排片，相信也撑不起高票房。果不其然，首日票房刚过3000万，完全对不起《向阳花》这个阵容。除了票房，这部电影的口碑也不是很理想。首日上映，按说一早就应该看到各种影评，观众才会根据影评决定是否去看。然而，《向阳花》的影评区似乎因为意外锁屏了一天，直到晚上才开放评论。这就导致很多观众看了粉丝的各种好评去看电影，看完才发现口碑并不好，觉得自己是被骗去看《向阳花》，质疑片方是不是锁屏了。但除了豆瓣、淘票票和猫眼的影评区是开放的，所以似乎是豆瓣自己技术不行，自己意外锁屏，导致只有15个评论。其他观众就表示不服，张艺兴不说话的爱也清明档上映了，怎么张艺兴电影的影评区就是正常的？而且一般锁分都是诈骗片子，说明制作方对影片口碑不自信。姐，刚上映就锁屏，这种行为似乎也出现在春节档铺惨了的《射雕》，也是流量演员肖战出演的电影。本来流量演员就容易劝退路人，大大方方放出影评，被好评吸引到的观众自然会去看，反而捂嘴锁屏，观众就会望而却步。这当然并不能确定是赵丽颖和制作方有意为之，毕竟赵丽颖也是有奖项在身的85花，可以说已经获得了业内和观众关于演技的认可，更是这部影片的出品人，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。然而事情就是发生了，意外锁屏一整天，影响了首日票房和口碑是不争的事实。差评一堆，冯小刚不适合拍女性题材，爹味太重。看过电影的朋友就知道，《向阳花》的开头拍的还是可以的。赵丽颖麻木地讲述高月香这个角色的悲惨过往。我老公是瘸子，我弟弟有残疾，我老公的妹妹嫁给了卧底，我就嫁给了我的瘸子老公。虽然赵丽颖面无表情，却恰好符合这类悲惨女性角色被剥削太久，已经无力反抗，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牺牲、被吸血的麻木状态。赵丽颖在北京首映礼采访也表示，她理解的高月香就像一块铁，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考验，她就只选择活着，很像刘晓庆那句“我就不死”。但也就是开头了，开放影评之后，很多观众都表示中间就开始崩盘，到了大结局就已经能确定是一部烂片了。前20分钟我误以为冯小刚又支棱了一下，没想到也就支棱了20分钟，看得出拍的有多仓促，越往后越是粗糙，结尾可以说是全盘崩溃，1个小时后就放弃了视听设计，只剩平铺直叙的剧情和演员疯狂吵架以飙戏。临近结尾，编剧也开始放飞自我，各种现实元素一家全都流于表面。这个影评就非常精准地说出了这部电影的堆砌感，不是在讲一个好的故事，而是在说我来赚钱了，把一些流行的具有代表性的爽剧元素堆在一起，非常的生硬割裂。尤其是吵架、打架、飙戏，冯小刚似乎以这种戏份为豪，
觉得设计得很巧妙。4月4日的北京电影首映里，他接受采访还表示，赵丽颖在电影里有很多标野化的戏份都被删掉了，其实加上会更加更野，但最终还是删掉了。赵丽颖在旁边一脸赞同，似乎也觉得为了过审，删掉这些戏份很可惜。然而，殊不知，观众已经厌烦了这么吵闹的电影了。为什么讲一群出狱女囚的故事，一定是充满戾气的？一定要堆积一堆欺负他们的坏人，让他们穷到无法生存，反抗只会换来更悲惨的下场，最后磨练出了姐妹情，结拜为姐妹。这是一群女性的故事吗？你说是《水浒传》大纲也没有问题，很相似的内核。毕竟结拜的时候，拜的都是关二爷，角色换成一堆出狱男犯人，毫无违和感。这就已经是这部电影最大的失败了。大岛不是神话是拖累，冯小刚瘸腿，赵丽颖也无力回天。一部电影能够收获那么多的高赞差评，导演兼编剧的冯小刚绝对要负主要责任。赵丽颖的演技问题不是很大，可能略有不足，加上湖南方言说的不太好。但是这部电影的差评几乎每一条都直指冯小刚。赵丽颖也是可惜，电影圈子没那么好进，大导演基本都有自己的御用演员。他要做电影咖，愿意合作的大导本来就不多，但会选择冯小刚导演的女性题材电影，真是一部烂棋。票房高口碑好，那就是冯小刚大导光环；票房扑街口碑崩塌，那就是赵丽颖一番演员背锅。实则，冯小刚虽然是大导，却早就没有昔日风光了。他本人，徐帆早年话里话外回应过多次他玩的花的问题。有名的电影圈聚会，起哄要苗苗跳舞，陈道明解围的那个视频。陈道明被夸人品好修养高，起哄的可就是冯小刚。任何一个电影想要爆火，立意和内核都要稳，编剧和导演要有讲故事的能力。比如贾玲的你好，李焕英也不是很炫酷的剪辑，只讲好了一个故事，不懂事的女儿回到过去对妈妈更好。贾玲真的当过这个后悔想要弥补的女儿，也是真的明白怎么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，故事讲得好，真情流露，自然吸引观众。让冯小刚这种腌入味儿的油腻男塑造女性群像，那简直是2025年度最大的笑话。也就难怪向阳花口碑如此。大家看向阳花了吗？觉得好看吗？